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这里几万名帮派成员被剥夺名字，只剩下一串编号和一身刺青。这里10几平的牢房要塞进上百个人，陪伴他的只有水泥地和一整晚不会关掉的白光。这里没有探监，没有电话，更看不到辩护律师，只有1日2餐刚好不会饿死的配给和随时可能临检的全副武装士兵。如果你犯下的是这个国家最不被原谅的罪，你不会被送进一般的监狱，你会被丢进这里。欢迎来到萨尔瓦多，专门关押帮派与恐怖罪犯的超级监狱 Terrorism Confinement Center， 一座被称为进得去出不来的极端安全收容中心。今天我们将进入这密不透风的高耸狱墙，一探究竟。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恐怖主义拘留中心西语简称 CECOP， 位于北美南部萨尔瓦多特科鲁卡的一所最高安全监狱。该监狱于2022年底在该国大规模打击帮派的背景下建成。萨尔瓦多政府于2023年1月底正式启动了这所监狱，并于次月开始大规模收容囚犯。截至2024年6月11日，该拘留中心的确认关押的囚犯人数已达到14532人。而到2024年11月，监狱局长贝拉尔米诺加西亚说，估计拘留中心关押的囚犯人数已在15000到2万人之间。这次恐怖主义拘留中心的关押人数还远不及其设计容量4万人。不过，CECOP自建成之日，不论是设计容量还是在关押囚犯数量，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监狱之一。在 CECOP 出现之前的2015年，萨尔瓦多全国故意杀人率约每10万有106人被杀害，一年共发生6600多起谋杀，相当于在这个领土面积并不大的国家，每1000人中就有1人因故意杀人被杀害，每天平均发生约18起故意杀人案。这在非战争国家里几乎都是全球最夸张的，甚至比很多战争前线死亡率还高。因此其首都圣萨尔瓦多也被很多国际媒体和研究机构称为当时的谋杀之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CECOP 被设计出来，它打破了萨尔瓦多过去传统监狱的腐朽系统，改变了以前那种帮派即便在牢里照样可以指挥街头、操纵杀戮的历史。这个恐怖主义拘留中心本体占地约23公顷，但在地图上你会发现，它外面还被一整圈超过140公顷的管制区所包围。这一圈土地不是简单的空在那里，而是被彻底军事化管理的地带。任何想接近这一带的人与车都必须事先注册，通过哨卡核对身份。为了避免监狱内外有任何信息往来，这一带的通讯也被严格控制。一旦踏进 CECOP 周边的管制圈，你的手机会瞬间变成一块砖头，通讯信号被大幅削弱，所有通话与定位都在此失效。一座监狱被安置在一大片专门为它划出的隔绝区中，它远离城市，被修建在萨尔瓦多圣文森特省的特克鲁卡区，一块靠近圣文森特火山山脚的偏远地带。这种人迹罕至、天然屏障的位置，本身就是在拉开距离，实则是把被视为最危险的一群人实实在在和正常社会彻底隔离。在这片区域里，关键的核心就是8座牢房区块。CECOP 一共规划了8个大型牢房模块，理论上最多可以关进4万名囚犯，其中专门用来摆放囚室的空间大约2.4公顷。如果把数字拆开来看就更直观，这2.4公顷的囚室面积要塞进4万人，平均每个人只有约 0.6 平方米，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站直时双脚周围那一小块地。更极端的是，官方在2025年4月时还表态过，正打算把监狱的收容量在不扩建的基础上翻倍到8万人，等于在同一个盒子里把人口密度再拧紧一圈。从空间结构来看，监狱的设计逻辑很清楚，中间是用来禁锢和压缩罪犯的核心，外面则是一圈一圈的防御壳。牢房被拆分成256间独立的单元囚室，目前平均每一单元要塞进大约156名囚犯。每个单元里面为保证150余人的基本生活，只留有这几样东西：一排排的4层金属床架，但没有床垫，也没有床单，更没有枕头和被褥，设置2个马桶、2个洗手盆，以保证每个人每个行为全部暴露在监控视线之下，没有遮蔽，不谈任何隐私。单元囚室没有窗户，除了面向中央过道的位置都密不透风。虽没有自然采光，但牢房中的人工照明宛如白昼，24小时不关，持续照亮所有囚室。这让监狱方可以随时看清楚每一个人，同时让囚犯很难分辨时间，难以稳定作息。在每一间牢房里标配还有2本圣经，头顶是监控摄影机，外面是荷枪实弹的守卫。整个空间的设计就是为了最大化可监控性，最小化囚犯的行动与隐私。针对那些被视为最麻烦、最危险的人，此处另外准备了单独监禁室，这些人会在这里被单独关押，不和任何人直接接触。这些小房间里只有3样东西：一张裸露的水泥床，一个马桶和一个洗手盆。
囚犯最多可以被关在这里15天，四周几乎完全黑暗，以致无法看见自己的双手，只有天花板上一个很小的孔，甚至连拳头无法穿过，并用铁丝网覆盖，只为透进一点点光。这种设计很明显不是在让你享受独处一室的快乐，而是通过感官剥夺强化惩罚与压迫感。把视角往外拉，CE靠的外壳同样是层层加码的。整座监狱被间隔约50米的19座瞭望塔围住，每个牢房先被2到3米高的铁墙围住，在整体再被1到9米高约6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所包围，顶部再加上3米高带刺铁丝网，并设有15000伏带电围栏，地面铺满碎石，而这些碎石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让任何脚步声都很难藏起来。这里的电力系统由多组不同的电源连接而成，即便突发停电或电力系统遭受攻击，这个监狱也可以保持电力供应。同时，监狱还建有一个蓄水池，通过地下相对独立的管道系统供应日常用水，可保证在脱离外界环境的情况下维持1周的运营。这也是为了防止外部通过投毒等方式破坏监狱系统的正常运转。这种多层防线的设计目的很直接，一层负责阻止逃跑，一层负责及早发现，再往里面就是高度压缩、几乎没有死角的室内空间。换句话说，囚犯不只是被关在牢房里，而是被整座建筑、整片地形一圈一圈往内拧紧，在这不足0.6平方的空间里，要运作这样一部囚犯压缩机。CE靠自己就像一个小型军事基地，里面驻扎着大约600名士兵、250名警察，进行24小时轮班看守。有媒体按满载4万名囚犯估算过，大概是每40名囚犯配1名武装人员的级别。他们手上不只有5.56口径的军用步枪、12号霰弹枪，还有一整套用来镇压骚乱的橡胶弹、防爆盾、头盔和护具。透过媒体实地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监狱里有自己的武器库，里面堆放着各类火器，以应对各类状况。和囚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警卫与工作人员在狱内有自己的餐厅、休息室和健身房等休闲空间，以保证这里的警卫在无间隙轮班期间可以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身心健康。这些区域被清楚地划在囚犯绝对碰不到的区域里。任何人想要踏进这所监狱，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访客，都必须先经过人身搜查和全身 X 光扫描。即便是有人企图将非法物资藏在体内，都一览无余。毕竟在之前还没有这种技术的时候，一些被捕的犯罪人员就会通过自己的家人或团伙人员，将各种物品通过口腔、阴道或直肠将物品带到狱中。所以随身物品在此逐一过机，金属物、尖锐物，甚至纸质文件，哪怕是戒指都被限制带入。要深入到囚室，像这样的检查将不止一次，会经过重重关卡，确保万无一失。监狱的医疗人员常住在监狱内部，所有医疗处置几乎在墙内完成，这同时也是一种控制方式。囚犯几乎没有理由被送出监狱，这样可以减少移送途中发生意外脱逃或者对外接触的可能性。就在这所监狱投入使用的前一年，也就是2022年，在3月25至27日短短3天内，萨尔瓦多的帮派在全国杀害了至少87个人，光是26日那一天就有62人被杀。那是自1992年内战结束以来，这个国家单日最致命的一天。有研究者指出，这一波杀戮很可能是政府与帮派之间原本秘密存在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后进行的报复性暴力。面对这种等级的屠杀，政府选择把整个国家切换到战时模式。国会迅速通过所谓的例外状态，暂时冻结了一部分宪法权利，让军警可以在没有正常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大规模逮捕疑似帮派成员。接下来短短7个月内，约5.5万人被抓进监狱系统。到2023年1月 CE靠启用时，政府宣称累计已逮捕超过6.2万名疑似帮派成员。原本就已经拥挤不堪的监狱，瞬间被这几万个新囚犯挤爆。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统布格雷宣布要盖一座全新的巨型监狱，专门用来关押这场帮派战争中逮捕的人。这就是后来的恐怖主义收容中心 CE靠。收容中心由3家公司承建，造价约1亿美元。它并不是一个慢慢规划设计出的矫正机构，而是在3天87人被杀和几万人同时被抓这种极端压力下，被快速端上台面的、被大规模收容而生的超级监狱。当时，军警大规模扫街封锁社区，人不论是在街上、在家门口，还是在工作现场，都被叫停盘查。只要身上有刺青，住在高风险社区或被邻居指控，就可能被当成帮派嫌疑人直接带走。被抓之后，多数人会先被关在当地警局的临时拘留室或其他的传统监狱里，当作过渡空间。关押到 CE靠并不是零散个案一个一个送进来，而是以此2000人、4000人这样的整批转移。
此期间律师很难介入，甚至连其家属也不被通知。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只通过匆促的司法程序就直接被送到此处，而没有得到真正的审判。也就是说，在萨尔瓦多的例外状态下，你不一定要被掌握到犯罪实据，只要你住在错误的街区，身上有帮派标志性的刺青，或被人指认为帮派人员，军警就可以把你从家里的舒服的床上带走。接下来你会被塞进超载的警局拘留室，在仅有几分钟的集体听证里，被法官标记为预防性羁押，关进 CE 等候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的审判。官方宣传影片里可以看到，囚犯被剥到只剩白色短裤，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赤脚低头奔跑，被士兵和警察押上巴士，再押进 CE 的入口通道。那么有幸成为这里的囚犯，每天的狱中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所有囚犯一律穿纯白制服，头发每5天就被剃到几乎见头皮。在这里没有发型，没有穿着风格，除了生理特征和代表帮派的纹身，一切将会被抹平。犯人会在入狱时被拍照、扫描指纹、记录编号，根据政府定义的帮派危险级别、性别、是否是外国人等进行分类，分配到不同单元囚室。这样做一方面让监控画面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易于辨识、易于盘点的白色标记点，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很赤裸的讯号，你不再是一个有样貌、有个性的个体，你只是一个被统一管理的编号。在时间尺度上，这所监狱也把自由压缩到最低限度。囚犯一天只有30分钟可以离开牢房，在准备离开牢笼的一刻起，就要戴上脚镣手铐，直到在进入牢房把门关好。期间会被严格限制在几间室里，简单的肢体活动、集体读圣经，在监狱内透过网络参与庭审，或者被带去单独监禁。除此之外，没有教育，没有娱乐，没有家属探视，也没有电话。因为当局认为，任何和外界接触的机会都有可能成为传递下一步犯罪计划信息的机会。这让犯人长期困在同一套日常不变的框架里，点名吃饭睡觉。说到吃饭这件事，也完全服从安全优先的逻辑。囚犯每天吃的东西很单调，白饭、豆子、鸡蛋、意大利面，这些饭菜刻意设计成能维持生命但几乎没有多余选择的配给。同时，他们不被提供任何餐具，喝水通过牢房中的蓝色塑料桶，用一把小塑料勺子舀水。没有金属刀叉，没有可以被削尖的硬物，因为在这里，任何一件小东西都有可能变成武器。你可以想象一整间牢房的人直接用手抓着饭菜吃，这画面本身就已经在不断提醒犯人，你已失去了任何机会。更关键的是 CE 几乎明说了自己不是一个会放人的地方。萨尔瓦多政府曾公开表示，没有打算让任何一名 CE 囚犯重回社区，这里的犯人甚至被审判服刑几百年乃至1000年。面对新闻媒体，司法与公安部长直接公开说，这里的人永远不会回到他们原本的社区，因为他们曾把自己当作上帝，主宰他人的生死，现在需要在这里请求得到上帝的饶恕。至此，官方明确排除了为囚犯设计任何重返社会或复归计划。这同样代表，在设计逻辑上 ，CE 不是一个试图修复罪犯的系统，而是一个把罪犯永久隔离、长期封存的时空机器。从制服、发型、饮食到每日行程、个人权益、未来，每一个行为动作都在向同一个点收缩。这就像一个黑洞，这里的重点不是期望你之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从此不会再允许出现在外面的世界。此时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所监狱甚至有一套专属的黑白 logo， 黑底白色圆圈，上面3道黑条像牢房的铁栏，下面是醒目的 CECOT 字样。这个标志一看就不是随便画一画，它被印在建筑外墙、警员制服文件和宣传影片里，变成政府战胜帮派的视觉招牌。有网民评论甚至指出，它在构图上和 ISIS 的黑旗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刻意模仿，但这种黑白强对比的冷峻几何体设计，的确非常擅长传达一种信息：这里是专门关押世界上最可怕的人的地方。看到这里，你不禁想问，为什么是萨尔瓦多催生出这么多帮派成员和罪犯？在理解这一切之前，要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十年前。表面上这是一个中美洲小国，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萨尔瓦多更像是少数家族的私人公司。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萨尔瓦多的土地和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寡头手里，他们常被概括为所谓的14家族。他们掌握咖啡种植园、银行和进出口贸易，控制了国家的绝大部分耕地和经济命脉。绝大多数农民和城市穷人只能在他们所掌握的公司里打工，领极低的工资，而没有土地，没有资产，也看不到向上的通道。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阻止苏联意识形态在中美洲扩散，选择支持萨尔瓦多的右翼政府和军方，并提供军援训练情报和特种部队，要他们镇压左翼游击队。
确保这个小国继续站在华盛顿这一边。导致的结果就是，一边仍是少数精英牢牢抓住土地与权力，一边是大量穷人被排除在外。任何要求土地改革、提高工资、争取基本权利的声音，都很容易被贴上颠覆标签，接着由军队、警察、准军事死亡小队来处理。1980年，长期累积的矛盾终于炸开，萨尔瓦多内战爆发，政府军联合死亡小队与左翼游击队，在一个本来就很贫穷的国家里打了12年的仗，期间大约7.5万人被杀，上千人失踪。受害者多数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平民。对普通人来说，斗争不再是抽象词，而是今天家里又少了一个人。1992年签署和平协定，战争结束，但很多根本问题没有真正被解决。少数家族和经济寡头依旧掌握资源，同时在这片废墟上，下一波暴力的种子已经埋下。故事接着移到几千公里外的美国洛杉矶。内战期间，大量萨尔瓦多人为了躲避战乱，成批逃往美国，很多人最后抱团挤在洛杉矶的贫困社区。这群英语不好、皮肤不白、没有身份、没有钱的群体，在学区或街头里常常遭到当地既有帮派欺负。在这种环境下，年轻的萨尔瓦多移民为了寻求自保和认同，开始在社区里组织自己的团体，很快就吸收了当时洛杉矶的街头文化，像是代表忠诚的刺青手势、地盘概念和暴力规则。后来最危险的 MS-13、吉马拉萨尔瓦图查和鲍尔尤18街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洛杉矶成长起来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团体从互相保护的小圈子，迅速演变成有严密等级、极高暴力程度的帮派，并将各类非法交易和犯罪行为变成谋生手段，也变成维持内部纪律的方式。到了1990年代，美国开始大规模把有案底的中美洲移民帮派成员遣返。对美国来说，这是把危险分子送回老家，但对萨尔瓦多来说，情况完全相反。萨尔瓦多等于是突然接收了一批在洛杉矶街头进修过的帮派骨干，带着完整的帮派文化、暴力技巧和组织经验，被直接丢回一个战后还没恢复元气、贫穷又失序的社会。于是 MS-13和18街帮在萨尔瓦多本地迅速扎根，用他们在洛杉矶学到的一切，在圣萨尔瓦多和其他城市重新划地盘、收保护费、招募少年，把原本的战争创伤转化成一种新的常态暴力。到了2010年代中期，这就回到了影片开头所提，萨尔瓦多的故意杀人率一度冲上世界前列。公车司机因为付不出保护费被当众杀害，小贩被勒索，学生被强迫入帮，很多家庭每天只是让孩子放学安全回家，都像是在赌命。在这样的环境里，当政府喊出要用前所未有的铁腕对付帮派，宣布要盖一座专门关帮派成员的超级监狱时，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边害怕他的残酷，一边又真心支持他的出现。对经历过内战又被帮派压迫了几十年的普通萨尔瓦多人来说，萨尔瓦多超级监狱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建筑，它承载的是一种极端甚至绝望的期待。只要你能让街上的尸体消失，让孩子可以走在街上，就算要把整整一代人都锁进这水泥盒子里也可以。这所收容中心的出现让世界看到一种极端的答案，把几乎整个帮派世代一口气塞进一座超级监狱，让谋杀率掉到历史新低。但它解决的只是街头看得见的犯罪，还是只是把暴力、恐惧和不公简单粗暴地统统关进一个看不见的黑盒子里？这个问题现在或许还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从根本能够解决的保证。如果你也对人类边界的拓展充满热血，欢迎点赞、订阅，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将继续追踪人类探索进程的每一步。这里是 CUS 卓氏，用视觉解码属于人类的浪漫。我们下次探索之旅再见。